室谁来晚餐，每集带你拜访一个家庭，并邀请他们的梦幻嘉宾上门共进晚餐。监狱是个让人望之生畏，却也令人充满想象的地方。监狱围墙内到底是什么样的世界？今天我们要拜访的东道主在监狱里工作，他也以画作分享他在监所工作的见闻。他的家人会支持他吗？来看看住在宜兰三星乡的这个家庭。林文蔚，47岁，目前是监所管理员。监狱走向透明开放，就一定会是一个趋势嘛？那我们为什么不让外面知道我们做过哪些事情？文蔚想要邀请的来宾是，我想邀请李烈，因为他的电影作品就是非常激励人心。我想邀请邱泰山部长，我想邀请 Freddie， 因为他是 Rocker。太太罗兆仪，小 P， 43岁，从事领队、导游跟网络行销工作。我就会做粥的料理包，如果我不在，他早上起床6点半他就丢着，然后呢就带小宝去尿尿，回来就刚好有个吃。小 P 想邀请的是，我想邀请的是炎亚纶，何韵诗。哥哥林文燕，49岁，目前是 ISO 企业服务资深经理。我有时间，那我当然尽量能够帮忙。对，那也不叫溺爱，就是顺手之便。文燕想邀请的来宾是，侯孝贤侯导跟吴念真胡导。文蔚的好妈吉吕宗伦，46岁，也是监所管理员。景气好有景气好的犯罪形态，景气不好有景气不好的犯罪形态，只能用我们的行为去影响到他们。我想邀请的是我们之前的前秘书邱焕堂先生。岳父罗迅，78岁，退休广东师傅，是位很有个性又超会做菜的老先生。小 P 最喜欢去，这一个人啊，他会出来。我女婿啊、林文蔚啊，他们请我们那来就好了。在来宾上门前，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家庭故事吧。我现在排字卡，因为待会的话，这样我们就会比较快。这一天，林文蔚跟他的太太小 P 在台北的咖啡馆里忙着布展，画展主题叫“底线”。你去处理这些，没有，他等一下会。这是文蔚第20几次开个展，7年来，他画了2000多幅作品。有一幅在那上面哦。文蔚没学过画画，无师自通，一来抒发监狱所见所闻，另一方面也想表达对台湾狱政改革的看法。尽可能就是透过画作然后呢，跟社会大众就是沟通，然后让大家看看，就是说，大家心里对于监狱的那种想象跟实际的状况有什么样的落差，然后让大家去思考对于那个什么罪犯那种对待方式，然后还有国家人权的底线到底在哪？其实，文蔚当初是因为在职场处处碰壁，几乎走投无路，才去监所当管理员的。是什么样的事情使他看待受刑人的眼光发生转变？又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他开始以画作来分享监所见闻？文蔚从小生长在罗东，因为念高工时学的是电子，退伍后就到医院去修洗肾机。医院工作的时候，我就发觉说，好像修机器不是我喜欢的。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就慢慢发现，就是我是对人比较有兴趣。后来有朋友在台北创业，文蔚便辞掉医院的工作，北上去朋友公司帮忙。我原本是要去应征仓库管理员，可是到最后反而是不是只有仓库管理员的事情我要做，我连送货，甚至老板娘还会把那个什么会计账丢给我。仓管员的工作不如人意，收入也不高。为了增加收入，文蔚还去舞厅兼差。去的时候我就发觉说，那种声色场所也不是我喜欢的。后来他再度改行维修电脑，
晚上工作到8、9点还不能下班，压力很大。我连下班都不能准时下班，那我到底那个什么找的工作，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所以就有一种好像走投无路的那种感觉。没想到在职场上处处碰壁的文蔚，却因为亲戚的一句话而走上了一条从未想过的道路。然后那时候我的小表哥就跟我讲说，那你既然工作那么不稳定，那不如就来考监所管理员试看看了。有打动我就是，工作时间是固定的，然后再来就是收入是稳定的，因为毕竟他是公务员，所以我就好啦，我就试看看，就考看看的。苦读了3个月后，文蔚在1999年愚人节当天成为监所管理员。而很巧的是，文蔚的高中同学宗伦竟然早了文蔚一步，成为监所管理员。反正当保全跟进来应该也都差不多啦，至少说里面是比较稳定的。在宗伦的建议下，文蔚也跟着填了志愿到台东太原继训所工作。然而，里面高度紧绷的工作状态让文蔚大感吃不消。在上班第3天我就骂他了，我说：“啊，你只跟我讲说这边求情稳定，你都不跟我讲说这边勤务是全台湾最严的。然后上班24小时没椅子坐啊，然后吃饭要蹲在地上吃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非常不谅解。我们所面对的人呢，在外面呼风唤雨的。”然后凶神恶煞，对于刚进职场的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他要去面对它。太原继训所早年权威式的管教氛围，使得刚入行的文蔚对受刑人产生去身份化感觉，看不见他们生命的独特性与差异性。然后那个时候会想说，那一颗子弹也不过200块啊。然后为什么不通拉去枪毙了？为什么要养他们？然后你养他们还要浪费纳税人的钱，然后那个想法其实是维持蛮长的一段时间。后来文蔚的妈妈罹患肺腺癌，就请调回宜兰监狱工作，以便就近照顾母亲。我就在太原大概1年半吧。后来因为我妈生病，所以我就用家庭因素调回来，然后就照顾她。妈妈过世后，文蔚有很长的时间都走不出伤痛，也变得无法跟爸爸和哥哥相处。我那个时候一直觉得说，我父亲跟我哥哥都做得不够好，不够多，然后对自己其实也有这样的想法。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这样的想法，我觉得还蛮天真的，但是也无可厚非。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逆转我母亲死亡嘛。面对生活及工作上的压力，粘贴墙壁成为文蔚释放压力的方法。早的时候吧，然后脑袋空转，但是说不上来，就是一种不安定，或者是想做什么，可是好像还酝酿不到那个张力的时候，就会开始贴东西。甚至我表哥，有一次来这里，然后站在门口就愣了一下，然后就说：“文蔚你怎么了？”那我就说：“你应该不是问我怎么了，应该是问我这边贴这样是怎么了吧？”此时文蔚的心理状态不佳，宜兰监狱的心理师就推荐文蔚去参加家族排列工作坊，借由这种心灵工作法来释放内在深层的压力。像我们家就有2个小孩嘛，然后我跟我哥，其实，小时候，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我妈其实都还蛮刻意去买一些红色的衣服给我穿，然后我常被误认就是小女生，对，然后我跟我妈的那个感情就很亲密，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就是那个家里的那种，每次出去逛街的时候，我哥永远是自己走在最前面，然后他就不太理我们那样，然后我哥就很有个性，然后我妈就会一直拉着我这样，然后我爸就会去追我哥，然后也许就像这样，然后老师就用那个团体里面的其他成员去重现我母亲过世的
场景。然后那个时候是我自己就站在那个什么我妈的那个面前，然后我妈就是眼睛闭上之后，然后我就崩溃了。然后老师就说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没有看到死去的人，然后只是处在自己的悲伤里面。所以后来他就要我就站起来，然后张开眼睛啊，然后去看我父亲跟我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父亲的代表就直接讲说，我觉得我看他这么悲伤，我很难过。可是我失去了我太太，其实我也不知道能做什么。然后那个时候我哥就讲说，之所以没有把我过去，是因为我自己都吓坏了，我不知道怎么帮他的。家族排列的心灵工作法，让文蔚重新理解了自己与亲人的关系，就慢慢从那种忧郁的状况走出来，然后也同时看到，其实我们家里是充满爱，然后只是大家都不知道要怎么一起就是度过那个母亲死亡的那个悲伤。蛮压抑，我没有责怪他，就是说还蛮压抑。今天才听到，就是说有这样子一个状况，对，但是不会影响我们啦，对，因为这些事情也过去了，那如果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我讲是两兄弟本来就应该敞开心胸来讲这个事情，对，那有我做不对的地方，那就彼此沟通。那我觉得也蛮好的啦。文蔚后来甚至成为家排老师，利用业余时间举办工作坊，也因此遇上一位不按牌理出牌的奇女子小 P。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天天都有人生日，只是不一定是你认识的而已。文蔚的老婆小 P 喜欢有创意的浪漫，她把2个人的烛光晚餐设在监狱5米围墙外，也就是他们住的监狱宿舍门口。很搭哎，超不错的。有时候烛光晚餐，我会心血来潮跟他说，那我们要换衣服啊，然后2个人就换礼服下来这边吃烛光晚餐。然后他有时候就不愿意，然后呢，他就觉得很无聊可是他又要附和我，所以他就上去换了一件 T 恤，可是那件 T 恤是画了领带在上面的，就是假的，就是。我觉得邻居看到我们，因为会觉得我们是神经病嘛。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我们2夫妇很疯狂的。可是谁家刚好有这种啊？门口就是你看前面都绿色这样，然后刚好还有时候有夕阳，这样不是很美吗？他们在家族排列工作坊上认识，结婚刚满4年。直接惊艳，因为去家族排列课，一开场是老师下来跳舞，跳 Tango， 所以。第一眼对他的印象就是还蛮酷的。然后他有一天就在 Facebook 上面讲说，想喝酒吗还是什么？想喝酒谁有空？然后我就说，他就说好啊。我说那你来台北，结果他就真的就坐车上来台北。我就带了酒，带了那个派，然后 cheese 之类的，就下酒菜这样，然后就去那个河堤去野餐。然后结果我们聊了一整个下午吧，还没聊完，然后酒也喝完了。他就跟我一起骑车回永和。2人的第一次约会实在太有 feel。文蔚回家之后，小 P 的灿烂笑容依旧萦绕在脑海中。他立刻拿出蜡笔画画。然后完了之后，然后他为了得到那一张蜡笔画，他就只好跟你在一起。好烂哦！可是之后还一直不断的画画啊。他为了独占那个被我画的市场，所以他只好跟我在一起了。原来是这样，真是委屈我了。真的。要学起来哦，第一次把妹就上手。好，学起来，让你从 loser 变winner哦。就是要画画就对。画画很棒的。画画可以把到妹，慢慢立体出来的那就是一个人。然后他们是有血有泪，然后有情感，然后而不是就只是说，他就是罪大恶极。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让文蔚开始真真实实的去看见受刑人呢？今天谁来晚餐拜访的是监所管理员林文蔚和他的家人。林文蔚在监狱里的工作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最近半年，他做岗哨勤务。早上7点多，
林文蔚正在岗哨中执勤。其实他是前一天早上8点进岗哨的，要到第二天早上8点半才能下班。我们2个人轮啊，3个钟头一班。这样睡得好吗？还可以啊。那昨天晚上比较冷，就比较辛苦一点。监狱里到底长什么样子？宜兰监狱的谢坤奇典狱长和蔡宏元秘书就带着我们走访监狱。我们先来到烘焙工厂，受刑人忙着做饼干。进来服刑的话，按照我们的法规上来讲他就是要作业，参与作业，所以也不是完全说，就是吃免费的牢饭。这里是栽种菇类的菇菇园。那我们里面大部分都是由收容人来自己来，就是所谓的负责维修、管理啦，还是栽种，还是说怎么样一个照顾等到它真正长出来的时候，会有成就感。收容人不只有成就感，在这个地方他可以潜移默化，因为会培养他的耐性。然后出去之后，他也可以创业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太空包很便宜啊，只要有一个空间，然后他就可以创业。平时收容人只能写信或等亲友家人们前来会面，不能主动与外界联络。只有特定节日才会开放让受刑人免费打电话回家。我们想说，另外一边的同学可以拿起话筒 ，stay 快乐。时间到。好，我们计16分钟。拍摄期间正值农历过年前后，典狱长下令将受刑人打电话的时间延长，稳定求情。那我们每一场之前是4分钟，那我们新上任典狱长开放到6到8分钟。每一位同学都很期待有这个打电话的一个机会，他们也很珍惜、很把握。目前全国监所超收严重，像这一间舍房住了80人，其他也有床位不足得睡地板的情况。去年法务部推动1人1床，宜兰监狱也在努力配合改善。宜兰监狱的状态是原本就有将近50%有床，那这1年以来，我们有在陆续就是增加了大概2成左右。那睡眠品质比较好，隔天，譬如说作业，那个情绪上来讲都会相对比较平稳。其实坦白讲，对岸大陆他们都是1人1床。过去10多年来，文蔚在违规房和看守所执勤，一些收容人会主动跟他聊天。对于受刑人的生活处境，他感同身受。我很常画的一部分就是隔离舍里面受刑人的那个样子。之所以会想要画他们是最低等级的那种对待的，就是好像都是在隔离舍里面发生。隔离舍中关的多半是具有精神疾病、自杀倾向或有暴力行为的受刑人。这一天，文蔚就画下他脑海中那简陋到让他觉得很不忍的隔离舍。他只是用了一个小汽油桶，然后给他当饮水，军毯他就折一折，当成是他的枕头，然后在的地板跟墙壁都是用泡棉蒙皮，所以其实他夏天非常的热。像这边它至少还有一片矮墙嘛，然后后面是厕所，然后你上厕所至少还有一点点自己的隐私。太原那边是完完全全没有这一片墙，他把那个瓷器的那个马桶拆掉，然后他就留一个洞，然后平常就是盖另外一条军毯在上面，然后其实就整个房间其实那味道就非常的重。这些受刑人的身影经常浮现在文蔚脑海中，甚至有时候我会做噩梦，对，然后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梦还蛮激烈，就是我突然那个异地而处变成里面的人。林文蔚并非一开始就能同理受刑人，改变他的关键是一个犯下分尸命案的受刑人。他在读书的时候看到同学又拿了一个新的玩具啊，然后他觉得很神奇，然后就是偷偷把它拿过来玩，然后后来就被发现，然后人家就说他是小偷，所以后来他就讲说他跟朋友借了钱，然后就开了一间养猪场，那个什么没想到就是说有人来偷猪这样，所以他就说他气不过，所以他就把对方给杀了。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知不知道那个时候如果我不动手，死的就是我。听到从偷玩具的小男孩沦落为杀人犯的心路历程，更让他感受到，或许这些人并不像媒体上形容的那样十恶不赦。好像从那个媒体平面上面突然间就是慢慢立体出来的就是一个人，然后他们是有血有泪，然后有情感，然后而不是就只是说，哎，他就是罪大恶极。在那样的过程里面，让我去看见真真实实去看见一个人，他们做出那样的决定跟做出那样的行为，他们确实是伤害了人，可是相对上来讲，就是说他们是不是能有其他的生存方式？这个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在。于是他才开始借由一幅幅的画作来呈现他所看见的受刑人真实面貌，以及他们在监所中的处境。文蔚常常思索，现行的犯罪矫治方式是否真能达到想要的效果？用不人道的对待方式，或者是说用严厉的惩罚，真的有办法让他变得更好吗？还是让他心里更扭曲？监所工作看似稳定，但监所管理员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其实很大。针对那个压力的部分有没有比较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疏解？那甚至有人就是一种会有掉发的那种情形出现，好，就是类似鬼地头这样。比如说违规打架或者是闹房，这个都好处理。我们所面对最大的压力在于说他们的自残行为、自杀，因为他不可能跟你讲说我什么时候要自杀，你稍微一不注意，一条生命就走了。林文蔚执勤时常思索着监所中的种种，并利用休息时间把想法记录下来。执勤24小时结束后，他只想快快回家，还好回家的路不必3分钟。嗨，老婆。哎，小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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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你回来了。嗨，老婆。丢进去，然后加水呀，然后等它好了就变一锅粥了，所以非常简易。吃饱，然后洗热水澡，然后好好睡一觉，对，然后给小宝玩。监狱中有2道围墙，仿佛就像一个荷包蛋。受刑人被关在内围墙的蛋黄区，而文蔚和太太小 P 就住在蛋白区的员工宿舍。金爽宝号，因为我们家有林金爽、林金贤2只猫猫，还有1只韦小宝先生，所以小 P 就讲说，那我们的以后有小孩只能叫做小浩浩。林经营呢，不是因为猫经营，我老公说呢，因为我经营。其实小 P 一点也不闲，他从事导游工作多年，常常在国内外带团旅游。文蔚上班时，他常在家向猫叫狗，并帮文蔚处理画展的行政琐事，还和朋友合伙料理包生意，负责网络行销。其实像现在我做的是字卡，然后就下一次展出要用的。然后做字卡之前就是要先做明细，料理包不是要那个营养指标之类的嘛，然后我就负责做啊，然后帮忙做粉丝页。这一天下班后，小两口选择出门约会，他们来到住家附近的秘密基地开 party。我发现我们2个有很多的不约而同，就是我是先在尼泊尔买了这个，然后认识他之后才发现，他也喜欢这种花花的东西。我觉得就是监狱工作久了，然后监狱里面的颜色很单调，我好像就是下班之后尽可能让自己，穿得越花越好，然后墙越贴越花，然后好像用这个方式在平衡。我是认识小 P 之后，我才开始有生活。You saved my life 。怎么会这样 ？Happy wife, happy life。耶！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然后他就问我说：“那最糟的？”对，然后问他说：“那如果这样展出最糟会怎样？”他说：“最糟就是没工作做啊。”我说：“哈，
那没工作做，你可以养得起我吗？文蔚到处展出监所画作，迎来一定程度的压力。不过小 P 却没有很担心，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谁来晚餐拜访的是以画作来分享监所见闻的林文蔚和他的家人。宗伦和文蔚同在宜兰监狱工作，又恰好是隔壁邻居，生活中处处都有照应。因为我们感情很好，所以彼此都有各自的家里的钥匙。然后如果我们不在家的时候，他就是我们小宝、双双跟莹莹的保姆。平常其实他就是干爹啊。宗伦常煮好吃的料理与两夫妻分享，还会帮忙施作木工，又能提供工作上的意见咨询，是文蔚眼中的多功能人体瑞士刀。这一天，他们相约外出野餐。嗨，卤味好了没？在结婚之前，其实我应该算是一个，对生活还蛮白痴的人啊。然后都是宗伦在照顾我比较多。结婚之后，我想他一开始应该是很开心，文蔚终于有人照顾了。可是他可能没有料到，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小 P 还是很白痴。后来我们又养了狗，养了猫，所以接下来他照顾的不是只有我，他现在就是照顾我们一家子这样。命好苦哦。父母亲相继过世后，小时候曾有些疏离的文彦、文蔚两兄弟更加珍惜彼此。在台北工作的文彦，只要一有空就会回宜兰探望文蔚。这一天，他也来参加这场欢乐野餐派对。文彦在小俩口的生活中，经常扮演救火队的角色。哥哥很像爸爸，是溺爱，他对他溺爱是超级的。只要林文蔚讲一个什么，哥哥在北极都飞来，就是不顺路也变顺路啊。那个其实不叫溺爱，那真的只是顺手之便。对嘛，我也不觉得溺爱。哥哥可以借我100万花花吗？我没有啊，你看没有嘛。不过文彦却觉得宗伦对文蔚的照顾才叫厉害。他们两个才是真爱。有一次，我们不是2个，我们是3个。哦，有一次啊，多元成家的概念就对了。真的有一次超瞎的，他突然那时候刚出水果口味的台啤，然后结果他就说有点想，我说算了啦，不要，还要出去买多麻烦啊。结果后来大概过半个小时，他回家，然后他就拿着一大袋哦走进来哦，然后他说新口味哦，我们说怎么会这样？我说你一定赖他，他就说真的没有，他们两个给我看真的没有，就是他常常在家里想什么，然后记录也是可以消。对，他就完成这样，就超神奇的就对了，所以他们两个才是相爱。我们先有的疑心，2个才是真爱。他在问你，为什么是我回答？我觉得他们3个那么爱我，是因为我个人有偶像魅力。近几年，文蔚常受邀举办画展和讲座，监所长官、同事们对他的做法，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文蔚也感到压力，但老婆小 P 一点也不担心，她还怂恿老公开画展。因为我一直觉得说，我画的东西就是每天我自己就是个人的日记啊，有很多的 moment， 然后当然里面还有什么干掉啊什么的。那对我来说，我都不觉得说这些东西应该拿出来给大家看。然后再来就是，我又没有学过画画，所以我画的东西根本上不了台面，为什么要给人家看？我觉得画的挺好的。没有，因为里面有很多我对这个职场里面的质疑，其实我还蛮怕说被长官关注。然后他就问我说：“那最糟的状况？”对，然后问他说：“那如果这样展出最高会怎样？”他说：“最糟就是没工作做啊。”我说：“哈，那没工作做，你可以养得起我吗？”他说：“可以吧，因为我还可以，就是他加牌时，加牌的部分也是可以去做的啊，所以没问题。”我说：“哦，那好，那就展吧。”同事他们都会问说：“哎，你那样一直展出，你是不是对赚很大？然后一幅画卖多少？”然后我听到这个，其实我就觉得还蛮好笑的，因为我的画根本没有要卖。文蔚只期盼他的画作能让社会大众更加意识到监所中不为人知的角落所发生的事，让犯罪矫治的方式发生改变。犯罪者他在判刑之后，
他被怎么样的处理，或者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对待他们，然后可以让他们变成是一个比以前更完整、更好的一个人回到社会来，那个才是重点。到台北展画或办事时，小俩口还会顺路去永和探望岳父。原为广东菜师傅的罗逊，退休后就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四处游山玩水。每当女儿女婿回来，楼导总会使出拿手绝活来款待他们。小 P 最喜欢去，今天一个人呢，他回来我会出来。我不会帮忙哦，因为他都嫌我定得啊，他觉得要就是我自己炒。像有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这个怎么弄怎么弄，他就说，你要自己做啊，然后他站旁边我才会。讲没用的，因为自己做才有用。虽然只是楼导口中的家常菜，但是菜色却和过年一样丰富。这都是平常的菜了，只是今天多几样。平常如果我们都要就可能4个菜、3个菜就吃，然后今天可能就多几道这样。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哦，我为什么跟小 P 结婚呢？是因为我想要吃楼导的料，所以我才跟他结婚。那你就娶楼导就好啦。不是。手艺超群的楼导想找谁来吃饭呢？我女婿啊、林文蔚啊，他们请我们会来就好了。让我们回顾这对为欲改奔波的夫妻和他们的家人，会想邀请哪位嘉宾上门呢？我想邀请李烈，因为他的电影作品就是非常激励人心。我想邀请邱泰山部长，因为他是目前我入行以来唯一一个要主动说要做监所改革的部长。我想邀请的是炎亚纶，因为呢他很关注那个社会议题啊，然后很敢讲，就跟我老公一样。我想邀请 Freddie， 因为他是 Rocker 鬼王。然后我最佩服他的一点就是他对台湾史的那个研究，然后非常的深入。我想邀请的是我们之前的前秘书邱焕堂先生。今天是来宾上门的日子，楼导一大早就和小 P 一起去附近的罗东市场买菜。好，那一盘8料。我不漂亮，我昨天回来的。他们请你来的吗？他怕没有来，你们会饿死。他实在太信不过我，可是我今天要跟他 PK 哦。楼导看起来相当气定神闲，原来他前一天就提前到宜兰备菜了。我都做好了，全部都还买1条鱼就好了。我要从这边选一条，因为他一直嫌弃这里买菜很贵，然后所以他直接从那个台北带了1个皮箱然后来，然后昨天就还有从煮了1整天的菜吧，因为广东有的菜是要用焖的啊，像什么过年吃什么干蚝焖什么什么的，就要炖很久，所以他其实昨天就炖了好几个菜，然后今天就等于加热，然后可是这个鱼呢就一定要在这边买，因为他就是要求一定要游泳的才可以。楼导想请来宾吃的多半是耗时费力的手工菜。芋头豆腐乳炖焖鸡，因为焖的时间要比较久，所以呢，他昨天就焖了。咕噜肉，好恐怖！红咩布嘅，油多咧就好炸一点，那个油比较少。我的锅子他也嫌弃，他觉得太小了。他平常在家做菜，我都问他说怎么煮。他就说这个加这个 ，OK。然后我说我也是这样，为什么弄出来都不一样？广东菜师傅退休的楼导还特别准备了广东特色料理。这个呢是广东人过年吃的，叫做咩啊？蠔豉啊，蠔豉。豬肉。哦。蚵仔干焖豬肉，可是呢，蚵仔干的广东话叫做蠔豉。就是好事这样子。那以前的冬菇发菜，依家冬菇还会加法菜就对，然后就是等于又吃了它又好事又可以发财这样。可是我们没有加发菜。楼导和小 P 怕菜肴不够吃，准备的菜单可是足足有1长串。他就弄了那个芋头焖鸡啊，什么蠔豉，这是刚刚说好什么炖肉啊，清蒸活鱼，然后呢咕噜肉，然后娃娃菜炒腊肉。
香煎大肠。然后这里面很多东西都它是从台北带来的哦，因为呢我们这里都缺货。然后这个就是我要跟他 PK 的，是我饱尝试味的，什么 Good Day 啊，什么那个照烧鸡啊、龟马牛都是我们最厉害，所以今天应该可以赢他。那么这家人期待的神秘嘉宾会是哪一位呢？其实我对部长大人有最大的期待。我当然是希望炎亚纶来了，因为他本人很帅，有没有？所以呢，可以看人家有帅哥的概念。不用什么啦，谁来都可无所谓啦。莫文蔚来的是我们广东人嘛。那么究竟谁会是今天的嘉宾？是法务部长邱泰三、立法委员林长佐、导演李烈，还是歌手炎亚纶、莫文蔚呢？可是他没有想到说，这样的人其实有一天会回到社会，然后可能也会住我们那个什么，住在我们隔壁啊，或者是我们捷运上会遇到。那你要怎么样确保说自己本身的安全？文蔚从个人身家安全来强调监所改革的重要性，是否会得到来宾的认同？神秘嘉宾对于文蔚未来的角色又会有什么样的新想象呢？今天谁来晚餐的东道主是从基层推动司法改革的林文蔚和他的家人。文蔚、小 P 和宗伦老神在在的在门口等待着嘉宾。酒喝得够多，所以完全不紧张。不要紧张吗，吕先生？他还在滑手机，怎么可能紧张？楼导则还在厨房坚持奋战到最后一刻。今天的嘉宾到底是哪一位呢？快来了，快来了！要不？猜是谁？哎，女生？女生？不是，是男生。Ready 啊！嗨，你好。哎，你好。答案揭晓，今天的来宾是立法委员林长佐先生，他也是摇滚乐团闪灵的主唱，代表专辑为《伍德》《赛德克巴莱》。猜中了耶！哇，真的吗？他期待已久，好不好？对，真的期待已久，对。有点饿，肚子有点饿。我爸还在里面努力中，他是大厨，他是广东厨师，所以对，够吧？其实也不用太复杂了。你先请，真的吗？对，真的。别客气嘛。伯父你好。好。狱政的改革在社会运动的议题里面，往往不是大家在台面上会常讨论的。可是有人愿意默默的在第一线，然后而且在非常传统的这个体制的这个限制里面，他都还愿意用艺术的方法去发声，然后去投诉、去表达他的看法。那我觉得这是很令人感受到台湾每一个角落都有可贵的这个生命力，在为这个不一样的理想来努力。那所以让我就很希望也能够认识他这样。林长佐一入座，就对满桌丰盛的菜肴感到赞叹不已。今天晚上应该是我半年来吃过最丰盛的。因为我平常都是外食，所以大概外面随便吃个面啊，吃个饭啊，就这样便当。那有的时候晚上跑基层的行程，他们马西也有板豆嘛，但是你大概每一个地方坐10分钟而已，所以在那样子的活动你没办法吃东西，你就是去致辞讲个话这样。所以今天真的是感谢，要好好的跟你们感谢，尽量吃，好好补一补。对，试一下这根肉那个味道好不好？墙上一大片花花绿绿的贴图，让他感到很惊讶。这个全部都是你贴的贴纸，对，看得出来。因为我强迫症，对我有强迫症啊，然后不是画画的时候，我觉得很焦虑，我就会开始把身边。我过来这边呢，我就在这里城堡了。城堡被缠走了，每次都中一个，都没有人中。他找乐透的号码，他就会追求他觉得89这一期会开89了。他每次来啊，这样找得到，他就开一圈，然后回去就签乐透。自己这样子慢慢找。哦，有看到那个新的毛，有看到神机这样的天宇，这里。来做客1周前，林长佐的太太 Doris 才刚生下千金，很盼望有孩子的小 P 想知道林长佐和 Doris 结婚多年才生下第一胎，是否属于计划中的事？大概是一直到这2年前吧，才开始有在想说，
要不要生小孩。所以我们两个其实是抱持着说，如果有就有，没有的话，我们如果还是想要带的话，我们其实还有想过去领养。像那西藏流亡社群里面，他们那个有西藏儿童村嘛，对啊，那都有很多很小的小朋友啊。然后，那本来是有这样想的，那但是后来缘分来了就有了，对。所以未来会规划所谓的闪灵小子吗？闪灵小子乐团，哦耶！是没有啊。我只希望说可以让小孩他有一个好的环境，可以去找到自己爱做的事情，然后身体健康，然后可以快乐的去追求他想要做的事就好了。所以我不会特别想说他就一定要做音乐这件事情，对，怕他压力太大。小 P 很好奇，公务繁忙的林长佐是否有空跟 Doris 分摊照顾孩子的事。这么忙碌的话，那个未来怎么有空照顾孩子吗？还是就等于我现在就是尽量把晚上跑那个基层的行程再弄少一点，然后跟 Doris 就分摊。可是我们小朋友晚上不是就睡觉了吗？哪有小孩子也是挖可，他晚上也辛苦。你可以问你爸爸，问老豆。我是有跟 Doris 讲说，因为他已经怀胎10个月，那很辛苦，生产也很辛苦，那接着还要坐月子，其实也很辛苦。所以其实他自己已经花了1年多的时间在这个事情上面。那接着刚开始这个应该是我承担多一点。不过我刚刚讲说，我跟 Doris 说让我多带一点但他也都还没有答应，就是他并没有觉得很放心的觉得都要让我多带一点。然后我是自己觉得应该这样比较公平啦，要不然他已经累那么久。林长佐忙得分身乏术，却想帮忙带孩子，原来是考量到希望孩子在母语环境中成长。我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我自己带的话，我就会一直记得这件事，或者要讲台语啊然后一直教到他长到他比较大，然后开始就去幼稚园什么，就自然就会学会华语。所以他就是自然而然的从台语、华语他都会。在家里面可以讲广东话。你回来他也不跟我讲。这好，我要做这个规定。他没有规定啊，他就跟你讲别的，他就一律听不懂。他不理你啊，你讲肚子饿，然后啊。霸气。这完霸气老豆。有没有？不是霸气。你无法讲别的啊。你到那边讲英文也好，讲台语也好，讲乜嘢，一切当作没听到。多年前，小 P 就曾在垦丁春天呐喊活动中看过林长佐和 Doris 一起在台上演出。他很好奇，长时间在一起工作的林长佐夫妇是否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有一些什么问题争吵之类的啊？我们两个其实是刚开始交往的时候比较会吵架，然后中间大概到了近10年来，大概就比较不会吵。我们两个人大概慢慢的有磨出一种哪一些事情你做决定通常是对的，哪一些事情我做决定通常是对的，双方大概有一个这样的默契。例如说办音乐活动，或是说办演唱会那一些我们闪联要办一个大的演唱会，到底那一个演唱会的氛围是怎么样会让歌迷 exciting，然后会有它的商业价值，票比较好卖。这个东西其实 Doris 他比较准，因为他是比我还细心的人。然后我有时候很容易在自己的世界范围里面。林长佐从作息自由的音乐人摇身一变成为立委，虽然有许多需要调试的地方，不过家庭生活品质却因而提升。那以前2个人都在做音乐工作，白天也在做音乐工作，晚上遇到还是同事的感觉。那所以整天24小时通通都在工作，2个人的话题只有工作。我自己调试立委的生活以后，然后跟太太之间的关系反而比较有 off time 的感觉。那我没有，我超惨的他平常在上班，然后下了班回来之后，我就一直跟他说画展怎样。所以是你是他的 manager， 对不对？对，我就安排他一个，然后他明天好不容易休假，我说那明天要干嘛？1、2、3，然后把几幅画交出来，然后多少个稿子要给我这样。他心里想说，见鬼了，我不是休假吗？没有，常常在那个早餐的时候，我还在扒我的稀饭，然后他就在那边讲说，你都不讲话，你在想什么？
我说我想死，而且因为我说我根本没有得休息啊。而且他是早上8点下班回在旁边来，拿鞭子说哇，我就开始跟他讲一天 schedule，他就觉得 Oh my God。林长佐日前就从网络上得知，文蔚最近受邀担任国是会议司法改革委员，他很关心新政府在司法改革方面的进度，共识度都还蛮高的哦，真的。我在这次会议上面，我有提说，我说国是会议再怎么样都是处理人的问题嘛，重点是在于说，其实我们应该要到实地去看，不要走那种所谓的观光路线，然后就是前一天打扫过，然后第二天把人净空。我们要看的是常态嘛。魔鬼藏在细节里。我就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来导览。那会让大家看到更多，因为我们要的是改革嘛。聊着聊着，林长佐竟然提出对文蔚未来角色的新想象。我觉得你可以当立委。可是不要，他是说他只想画画而已，他没有想要弄。我不要来害你们的婚姻生活。我觉得创作的可贵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对啊，所以你不是为了怕之后被定，你在体制内之后被定，所以还是来调整一下好了。那这就会变成现在很多的台湾的，例如说电影圈的啦、歌手啦，他因为中国的这个限制压力之下去调整自己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你这样的东西是很真实的，很好。可是我觉得说，无论怎么样的改革，其实你说发自外界，其实改革都会很有限。对。然后，但是如果说是在体制之内，大家都可以愿意去讨论，愿意去说出来，其实那才会是一个改革的起点。对。过去曾担任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区分会长的林长佐，对于人权议题相当重视。他很忧心台湾的狱政改革速度跟不上国际脚步。这就是你们现在在司改会议里面要加油，然后我们会给你们灌气啦，在国会里面。对，我跟小 P， 去年6月有去那个比利时布鲁塞尔那个就是罢工的监狱去参访，然后后来我就问说，那你们所谓的超收是怎么样？然后他就说他们的牢房是统一规格，那个什么9米见房，9×9。我们自己本身那个什么最大牢房大概是不到4米，不到那个4坪。可是呢挤了17个人。大家除了睡觉根本都没有办法那个，我们才觉得那是超收，不太睡得下。对，都黏在一起。这样搞最后就是把人逼疯了。对啊，他的那个身心状态是更差的。对，没错。这个也是我下一次可以，我说在立法院质询到这个相关议题的时候，我可以讲的论述。就是文蔚刚刚讲，来一个切入点，好讲多了。不过是真的，因为要不然我们只讲说狱政这个部分是人的人权哦，他们也要有一个就你很容易一般的社会大众会觉得说罪犯哪有人权？哇，那空北清臭啊！你光是跟该引导要去扯这个东西，对。但是回归到说每一个人，他都在出来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他更好的，因为是保障我们的生活的安全嘛。那今天 PK 赛，请问我的好吃还是 low 到的好吃？宝强是会赢还是 low 到赢呢？low 到赢，当然啦。我们过去在人权组织里面，你可能都是在做议题的倡导，然后再强调一个好像很这个精英式的一种理念的这个论述。但是其实我想，文蔚这边就有一个很庶民的方式的说法，这个我觉得获益良多。促进狱政的改革，等于还是在提升自己的生活的安全啊。好像是朋友这样，好像很久没见面的朋友这样子，可能他也是艺术家吧，然后所以呢，有的东西就是感觉好像他跟文蔚还蛮相像的。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他都已经那么忙，竟然有办法坐下来跟我们聊，而且聊的东西让我有很大的那个鼓舞的。那有开心吗？楼导，大家都说你煮的很好吃哎，随便了，随便煮而已。没有啦，你煮菜不是煮的很好吃，7分吃就好吃。好像也不会做其他的规划，会在家里发呆。